我们上次呢就讲到恐吓式牧养，我们让别人跌倒的话会很严重的，脖子上可能要绑一个那个大磨石，对不对？我们还记得。所以说我们上次的结论就是不要使人跌倒。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自己让我自己跌倒，因为有可能我会让别人跌倒，有没有可能自己会让自己跌倒？有可能，这样有没有关系？这样是不是自己把自己弄跌倒了，也没有害到别人，只害到自己，这样又会有问题吗？一开始的时候，我先来问一下问题，问大家问题。我们来第一个问题，你同意耶稣是你生命的大医生吗？你同意的举手。哇，全部都同意齁。好，那第二个问题手不要放下刚刚同意的不要放下。那你相信他的诊断是绝对正确零误诊吗？还相信对不对？第三个问题，首先不要放下。好，第三个问题，如果刚才那一位绝对正确的神医帮你诊断之后，看着你的报告说没救了，立刻截肢，立刻截肢你愿意现在立刻签下手术同意书的，有没有？还剩下谁？你还愿意的？现在是几个人啊？1、2、3、4、5有些人放下了啦。你的选择，前面2个你都可以举手，第3个为什么你不举手？会痛。对，这就是一个信任的考验了。你理智上知道耶稣说的是对的，但在感性上你犹豫了。如果你会犹豫的话，今天这个道我说会对你是有帮助的。43到48节，如果你的手脚眼让你跌倒了，你就砍了它，挖了它。好，我简单的把它归纳成一句话。那信耶稣的意思是要领残障手册吗？大家觉得是吗？不是，是不是？要不然我们这边全部都是了。那如果真的执行的话，散会也不要走出去了。好，就有人负责砍手砍脚的，我们就滚出去就可以了，因为没有手脚了嘛。好，那现场呢血肉模糊。如果领圣餐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拿饼了，像毛毛虫一样在地上就爬来爬去，这时候有人说牧师啊，我的左脚帮我捡一下我的左手帮我捡一下在那边因为都已经被砍下来啦。请问一下，关于这种砍手砍脚挖眼睛，耶稣是认真的吗？你觉得是认真的举手。你觉得有几个人觉得是认真的，对不对？那是认真的，但是呢不是要我们自残。我们今天要讲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叫你领残障手册它讲的是一个我们现代人很熟悉的观念，叫做损害管制。损害管制。那我来讲一下壁虎的故事。请问这边当中有没有人很怕壁虎的举手？都没有啊？有啊，你有怕壁虎是？我们这边有一位，就是你看到壁虎你会尖叫，如果在你的化妆台上面，在你的粉饼上面出现一只壁虎，或是在你的碗上面，你要吃饭的碗有壁虎正在那上面的时候，你会害怕吗？这时候深夜，想象你在浴室里面，你跟壁虎四目相交，这时候呢，你就求生本能出现了，你要记出台湾最强的生化武器究竟是什么呢？答对了，蓝白拖非常好。这时候你屏住呼吸，慢慢靠近壁虎，这是生和死的对决。你做了什么事情？把它啪一声打下去。这时候壁虎大叫一声：大哥，尾巴给你！它就逃跑了。等等，尾巴掉下来，壁虎的尾巴会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打过壁虎啊？有嘛？它的尾巴会动它会这样一直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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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它的个人演唱会。那这时候呢，你就被那个尾巴吓坏了，你就开始尖叫了啊！因为你觉得尾巴不可能会动嘛，你居然尖叫了5秒钟，就是这5秒钟，壁虎利用它逃命了，它本人就钻到这个墙缝里面去了。这时候壁虎就说：呵呵呵呵，愚蠢的人类，尾巴给你吧，命我留着。你看壁虎好聪明就钻进去了。这个叫做壁虎的断尾求生术，也就是说它是自己自割了，然后这是它防御机制，然后用它的尾巴来换生命。那尾巴是尾巴的神经，身体是身体的神经，所以呢尾巴就是一直动，就可以吸引这些要侵犯它的掠食者的注意啦。好，当然尾巴以后它还会再长出来。壁虎非常的聪明，有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毫发无伤，
而是你能够活下去。那你可能会说，那爬虫类对不对？人类有这么狠的吗？有没有？有哦，我们来看看哦，真的有那我要讲一个叫日本的极限登山客的故事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攀圣母峰的时候最怕什么事情？这种高山缺氧，还有没有？雪崩，还有没有？你觉得低温？非常好，我们来看看冻伤就是低温会造成冻伤。那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登山家，叫做立城史多，他年轻时候的照片。那他的梦想就是要挑战圣母峰，只要是很会爬山的人，我连想都不敢想，他们是真的会爬的人，他就是想要挑战圣母峰。那在挑战过程之中呢，他的双手就遭遇了一个极端的状况，那个低温结果他的手严重冻伤。那伤到什么程度呢？是不可逆转的，有9根手指头都已经完全变黑了。你大家如果看纪录片，你就看到有些冻伤的话，手是会黑掉，像木炭一样就坏掉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请问这个手都冻伤完全坏掉要怎么办？砍掉，截肢，没有错。为了保命，必须截肢9只手指头。那为什么要切？这是因为这个坏疽会沿着血管一直蔓延，一直往上扩散，那它就会进入全身的循环系统当中，最终目标到心脏。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呢到了心脏的话，它就会死所以呢，今天呢，他要做一个抉择，我是要命还是要我的手指头？没有其他的选项，不可能你又要手指头，然后呢命又可以保住，所以截肢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就是你看他手上的照片，那很多都被截掉，有截多有截少这样子。9根手指头换一条命，这就是他想要得到这个梦想的代价了。所以耶稣要做的就是不是自残，是要你的灵魂做一个管制。我要讲的叫做损害管制。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灵魂已经有坏疽了，再不动刀的话，这个人就要报废了。我想问一下，你听到要截肢，耶稣说你要截肢，再想想看，你愿意吗？不愿意，对不对？这非常诚实有些人觉得我没那么严重，很多人会觉得我没那么严重，没到这个地步。那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刚强我面对诱惑的话都不会跌倒而且他会觉得某某人才需要。像我常常在爬山的时候，我就说，这个金美和鼎文一定爬不上去的，放心吧，我可以爬，金美和鼎文一定会喘气的。他们今天不在，就会常常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好一点，比别人刚强但是圣经跟我们说，好，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12章16节下，不要自以为聪明。有一个人他说我见过大风大浪，我是不可能会被骗的。他也真的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他就被邀请进入一个群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候打开你的 LINE， 你就莫名其妙被别人拉进群组，因为 LINE 里面有些功能是你被拉进群是不需要你同意的。那这个人就拉进去，但他就想说，我进群看一看吧，这理财群组我就卧底，反正我也知道他是假的，那我就看一看。那我就说看你们怎么演然后我就是有个底线，我绝对不拿钱出来。那结果呢，他进了群组之后呢，他的手机每天都这样的叮咚叮咚，你知道吗？群组，那他当然他也可以设不要有那个声音你就是不要通知。但这个人就想要知道说到底这个群组多活跃，所以他就让他叮咚，有时候半夜也有因为他们那种交易就是半夜可能也会有交易，有的交易是美股的那时间就跟我们不一样。然后后来呢，他又看到群组当中有些人就发讯息说感谢老师上周投了5万我这周就可以买新电脑咯或者是老师好准我跟着操作房贷都还一半了。那就是有些人就一直发这个进去感谢老师怎么样这个礼拜要赚了10万了。这个人本来他就是在看戏而已，可是后来呢，他眼神就变了，他手心开始冒汗。怎么了？他被影响了。然后群组里面的人呢，也给他们每一个人都配一个 app， 当然其他人到底存不存在不知道，至少这个人他有个 app， 他可以进去看现在呢那些建议的这些股票或者是一些标的到底是涨到什么程度，他就打开来看，然后这数字就一直跳好像跟他手指头说话，说点我点我就会发财。这时候
他本来只是好奇，后来呢他就心动了，最后呢他的手指头就不听使唤，做什么事手一滑出去就把第一笔钱给转了出去了。那转了出去之后产生什么事情？哇，他的 App 居然出现了神奇的变化，原来我转了10万块台币居然可以产生15万台币，马上就赚了5万。哇，里面的钱就变多了耶，哇，好像那个黄金掉下来一样，他非常的高兴。这时候他说我是投资天才呀，我掌握了财富密码，他觉得自己太棒，我投什么赚什么，只要跟着群主走就好了。那这时候呢，他的手就不是痒是失控了，不断的加码，把存款甚至退休金全部加进去。然后有一些呢是那种什么限时优惠，那时间到就是比如说5月5号截止，这档基金马上就要关门了，不能再投了。那这时候他的收益很大，那他就是又去做那种信贷，然后去借钱，那这个利率呢就不是他自己的那些存款和退休金可以比的，非常的高。那最后呢，有一天他把钱全部投进去之后，老师就消失了，群组也解散了，钱就没了。他就觉得很奇怪啊，当我全部投进去之后，怎么发生这种事呢？哇，这时候最惨的还不是钱，他有一个恐惧，因为他老婆在煮饭，他就忘了老婆的背影，就在想，哎，怎么办呢？他就在发抖，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跟老婆讲？我把退休金都已经赔完了，全部都赔完了，而且我还欠了一屁股债。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2节，我们来念：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只是加入在看就没有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自己本来是在做理财的那个客服，后来他变成我同事，离开他的公司。那有一次他也是接到一样的电话，然后他就知道说那是假的，后来他就决定跟他谈到最后呢，他几乎把好多个字都跟他说了。后来我们隔天就骂他，跟他说你为什么要跟他讲？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套路当中你就会跟着走，就是我刚才讲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今年呢开春第一天呢，我要帮大家做一个健康检查，那就是耶稣说的，我们手啊、脚啊、眼睛啊这些为什么需要被处理，究竟什么情况下会坏掉。那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一部曲，叫做砍手。说到砍手，大家觉得什么时候会砍手？你觉得滑手机滑太多很好，对不对？我不知道有人被手机控制的吗？举手一下，有没有？那我们手为什么会受伤呢？有一天呢，我就觉得我的手特别痛啊，好痛啊，痛得不得了。那时候我就说，主啊，我是不是得了滑鼠手啊？这可能是职业伤害吧，我每天要做这么多的影片我每天要弄那些 PowerPoint 好累找图片好累主啊，一定是我服侍你服侍的太累了。我就自己跟自己讲，有时候你就会自己想嘛你一定是服侍太累了。然后我就跑去看医生了，医生就问我一个问题，你昨天做什么了？我就在想啊，昨天做什么呢？到底是什么事呢？哎呀，昨天是双11呀，昨天就是双11，我滑了一整天的虾皮了。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时候特别的节气，你就像我这样子呢？医生诊断你不是属灵征战，你是免运费之战。免运费之战为什么呢？这个日本登山客为了保命而切手指头，我为了免运费而自费手指头。我不断的按一个动作叫做加入购物车的动作，有没有滑来滑去然后你就影响了某个地方的神经了。所以我们的对手不是魔鬼，而是加入购物车这个动作。那加入购物车这个动作比你主日崇拜还要勤快耶，有没有可能？举手的时候你还要勤快。主日崇拜不叫你举手吗？你没举几次啊？但是加入购物车你就一直按啊，你就看到购物车里面这个按进去居然会半价呢！哇，主啊，感谢你啊！哇，这个衣服好漂亮，一直很高兴啊！我真的跟大家说，双11的时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有些就变半价，我自己也吓一跳本来没有很想买，想要半价那就囤着好了这有点蠢。但是你就在那个氛围当中，你就一直做这个动作，这个叫做手可能会让你跌倒。当然你的手也可能去按网络上其他你想看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脚，
你的脚代表你的社交圈和你的生活路径。你的脚会把你带到哪里去呢？有些人的脚很像是装了自动导航一样，下班时间一到，不往家里去，往那个会出事的方向走，有没有？往会出事的方向走啊。那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她的脚常常带她去购物，自己把她带到去购物，她每次心情不好，她就会大肆采购。那她买到最后呢，衣柜都塞住了，然后有很多包裹都还没打开，所以家里有一个储物间，全部是放她来那个买来的包裹，关不起来了。后来又怕老公发现，就跟妹妹讲说，可不可以塞到妹妹家？买到都忘记了，还要找时间去妹妹家拆包裹，自己的房间也满了。那有一次呢，她发现居然买到一模一样的大衣，一模一样的大衣。我说你这是真的吗？她说对，我买了一模一样的大衣，我自己也买过一模一样的，忘记了。所以这真的是爱买的后果。那脚呢，还可以带你去更可怕的地方。有一个弟兄他是很爱赌博啦，他被赌博捆绑。他每个礼拜天都哭到那个眼镜要掉下来了。他说主啊，求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赌博的深渊。那教会弟兄姐妹大家也为他祷告啊。礼拜天大家都知道说他这个捆绑很严重啊，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啊。我们觉得他应该是真的在后悔。可是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他的脚自动好像被附身一样，就会不听使唤走到那个地下赌场里面去，他就往那个地方走，脚就把他带过去了。他就会说，哎呀，我只不过是借一个厕所而已啦，或者是我只是过去看一看而已，会自己跟自己讲他的那个嘴巴还会帮忙配合一下，说我只是这样。然后有时候赌到最后剩下1000块，请问一下，他赌到最后1000块，他还会不会继续赌？为什么？他会说什么？他会说只要再赢这把就好，我要翻盘 all in。所以说这个人的手和脚都可以让他跌倒，因为脚把他带过去，然后他的手在帮忙 all in 这样子。所以这两个都帮他跌倒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眼睛，眼睛是可以怎么样让人跌倒呢？眼睛不只是用来看它还是灵魂的进食口。你的眼睛如果看好的东西的话，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吃好的东西进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喂它不一样的东西，它就变成不一样了，就是看你喂它什么东西，因为眼睛可以看。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晚上的时候，他白天上班没有办法，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滑去看一些不好的网站色情的就是吃进去不好的东西，那眼睛就可能把污秽吃进去了。这个叫做眼睛。那第二个呢，眼睛有可能呢，他会去比较，因为像现代人，我们的眼睛坏掉了在哪里跌倒呢？不会是在夜店，比较像是在 IG 上面。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像我们现在是放年假，对不对？一到年假的时候，台湾人一半的人都消失了。那请问一下，好像只剩下我和 7-Eleven 在守护台湾，你有没有发觉？我跟 7-Eleven 店员守护台湾而已。我们家那边晚上就是这个样子，只剩下便利商店会亮着。那大家觉得到底人去哪里了？全部都去日本了。真的全部都去日本了。你去日本看樱花，现在不是过年吗？樱花特别漂亮，所以呢，要不然就是你去京都清水寺那边你穿和服拍照京都随便走都是这种街景，很漂亮你可以吃章鱼烧好，在清水寺那上面一整条都是卖日本的和果子章鱼烧好吃的东西多得很。要不然你就去北海道滑雪赏樱然后日本人他们那样子和蔼可亲，笑起来都是有训练过的像我女儿这个礼拜去日本，她刚刚要准备回新加坡，她也是连假，就是他们新加坡人喜欢往日本跑。那你朋友的限动上面可能会是那个什么京都和牛，我不知道大家有限动京都和牛很好吃日本的和牛那你的限动是什么呢？卤肉饭，对不对？你就不想发上去啦。有可能你就看别人，你就觉得主要为什么他可以去京都吃和牛我只能在这边吃卤肉饭。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因为眼睛看到这个就开始抱怨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因为我看到这个我就不爽了。或者是你的朋友他出国，他去买了那个名牌的那个包包然后这时候呢，你就开始
说为什么她老公送她爱马仕呢？那我老公呢只会惹我生气呢？你这时候就不高兴了。像我妹啊，她说她一个好朋友，那最近好像过年之前吧，就是去熊本玩，她就说去什么什么地方，看看的时候也觉得挺羡慕的。但是呢，有时候羡慕你会不会就转成嫉妒呢？就开始比较，为什么他这周可以去，我不能去呢？啊，我要被困在这个地方呢？我的讲道还没弄完呢，不小心你就抱怨了。这个叫做眼睛叫你跌倒啊，这就是比较，就是在比较的时候你就看不到有恩典，然后你只看到没有的东西。那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眼睛很爱看的？来，我要问问看大家，有什么东西你觉得眼睛可能看得让你跌倒的呢？你说什么东西？追剧，真的非常好，追一追可能那个视力变差，真的没有错，追剧对不对哈？对，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吧。好，眼睛也很爱看钱，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好，看到见钱眼开，对不对哈？这是第一次我拿到女儿的红包，小女儿她给我们一人一包，还有点重量，然后我们打开看，哇！你居然给我们红包眼睛就亮了，就很高兴啊，这是很孝顺啊。但是呢，一般人看到钱可能会很高兴。那我记得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那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些人可能知道，我们那时候就把我们要念书的那个钱拿去投资期货，好，也投资股票，也投资期货，因为反正钱在那里放着，也不会生利息，英国利息很低，比台湾还要低，投资期货。那期货有一个情况就是波动很大，然后它的杠杆很高。那我自己呢，以前呢，我们老师有跟我们教过，期货是为了要做保险用的，所以呢，他们那些农产品啊，就是要保险的嘛，要不然就是买黄豆的肉，要不然就是买什么油什么什么东西的，或黄豆本身什么这些东西，玉米啦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为了保值的，不可能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些操作，不可能等一下到时候时间到我去找个仓库去装那个多少的黄豆，我不可能嘛，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必须要操作。那行情很好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赚这么快，我干嘛念博士啊？我为什么要被困在这里念博士？我干脆去做全职交易员算了。那时候我们就这样想，就觉得很高兴，不用在那边计算那个很难的这些数字了，每天都算数字好烦你念这种电脑你也要计算那些的那个过程啊，要不然念经济在那边算数字啊。这个贪婪就让我们眼睛就不到啊，上帝带我出国的目的，眼睛就只看到钱了，这个叫做眼睛只看到钱。可是行情大涨大跌的时候怎么办？会涨也会跌，跌的时候我就像坐云霄飞车了，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你知道涨是慢，跌的话是垂直的，那时候你就真的跟坐云霄飞车一样，哇，你整个人就瘫在那里了，然后呢就被 K 线图绑住了，因为你不知道明天是涨还是跌，你真的不知道，然后呢它一天的变化就很快了，然后这个红红绿绿的图就绑住了我的情绪，绑住了我的灵魂，那这时候我生活就乱套了，然后就吃不下饭，也没办法继续读书计算什么东西了，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哇，我就自己就问自己这是我要来的生活吗？我来英国是要来念书的，还是要来在这里被绑住的呢？这是我要的生命吗？然后我就想到耶稣有说一个处方嘛，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就把所有的期货都清仓掉了，全部都把它一口气卖掉，然后按下那个瞬间你觉得有点心痛但是你觉得平安喜乐就很快的回来，居然可以吃饭了，居然可以念书了，就是狠下心你才能够看见神，就是要切断那些让你跌倒的东西。可是有一个问题，你可能会说你讲的对我知道要砍手砍脚，可是我做不到，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情况？舍不得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我昨天发誓要剁手，我今天又去滑了，每天都说要剁手，我都知道，但是做不到。你会有这样问题的举手，看看有没有？有我们只有2个，其他都控制不错，很好这个就是我要今天讲的问题了，要怎么办？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试着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啊。好，问一下曾哥，你有没有自己帮自己拔过牙的？确实没有，是不是？再简单的都没有啊，没有，是不是？我们自己帮自己动手术，自己帮自己剪头发可不可以？可以，我自己都帮我自己剪头发，我现在头发就是我自己剪的，我已经剪了几十年了，可以。可是动手术很难。那有没有牙医是自己帮自己抽神经啊？有没有可能？对，没必要嘛，你不一定要把这个健保赚，因为这样太奇怪了，没必要。可是很困难吧？会不会有这个地方没抽到？那你有没有看过外科手术，外科医师帮自己割盲肠的？可不可以？他说：“哎呀，深呼吸啊，我要切啊，痛死我了！”自己帮自己割下去。那你如果要做动手术，刚才说这就不太可能嘛。所以你今天想要做属灵截肢，你自己要做，可能很困难啊。你说要剁自己的手，你也剁不下去。好，那到底怎么剁？等一下我们来看看。我来提供一下独家秘方，有几点。第一个，你要面对自己的时候，你要说这就是我做的，你要承认。承认这件事情也不太容易耶，因为认罪的第一步啊，就是停止推卸责任，然后你承认这件事就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推卸责任是人的本性。这字有点小大家可以念吗？好，我们来念一下好了，看一下。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就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创世纪第3章11到13节，果子不能吃，但是一个推一个。亚当说是夏娃，夏娃说是蛇，大家都把它推卸出去，这就是人的本性啊，这就是人的本性。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第一件事就是说，这都是别人害我的，不管你几岁哦，我看过很多，不管是几岁，都是怪别人不好。然后要不然我们就可能会说，这绝对就是魔鬼的攻击，对不对？是不是？还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推给魔鬼了。那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在群组里面骂人家，然后不太好，可能要被告啊或怎么样，他就说因为群组的人都在谈这个，我才跟着骂人的。他当然可以就推给群组啦，就推卸责任嘛。那要不然就是有外遇的时候就说是网友主动跟我联络，我才会外遇的，是不是？有的会说对啊，是他主动联络我啊，我又没有要怎么样，是他一直找我。所以第一刀怎么样能够你能自己帮自己动手术吗？这不可能。但是第一刀要做的，你就是要先砍掉这个借口，就是不是砍别人，而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些自我辩解的理由，你得要把它砍掉。你要跟你自己说，你要承认这就是我做的，是我自己选择去骂别人的，是我自己按下那个送出键，没有人拿着你的手去按啊，你自己把它按出去的。然后进那个房间，我去外遇，也是我自己走进那个摩铁房间的，都是我自己。那我要讲一个故事哦，这个是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左撇子女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部片？《左撇子女孩》在 Netflix 台湾片。那有一个妈妈，她带着2个女儿来到台北的这边居住哦。那这个5岁的小女孩，她是一个左撇子。那因为妈妈在夜市里面就是在卖那种菜安米那种的晚上做到1、2点以后，没有时间管她的女儿，所以呢，妈妈非常忙，就把她的那个5岁的小女儿托给外公照顾。可是呢，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啊，所以外公就看不惯他是左撇子。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那种用左手，然后长辈会看不惯的，有这样子吗？有这样举手？有齁。有的会纠正，对不对？就说不好。那这个小女孩也就是每次都用左手，妈妈没管她，可是阿公就受不了。那每次那个小女孩只要用左手的时候，阿公就会恐吓她哦，就跟她说：“你这只手，就指她的左手，跟她说你这个是魔鬼手，然后坏事就都是她做的。”那这个小女孩只有5岁啊，阿公就是每次看到都说魔鬼手，魔鬼手这样跟她讲。那小女孩就相信外公的话。
结果呢，他就对着镜子啊，就在想，我有魔鬼手我有魔鬼手他常常对着镜子就在那边说这句话。然后即使没有看到镜子的时候，他也觉得这就是魔鬼手啊，这就是魔鬼手啊。就开始啊，他就用他的左手，他产生一种好像解析一样，或者我们说有点像是精神分裂，他就开始用他的左手开始去做一些坏事。做什么坏事呢？他每天晚上就背着一个小包包，然后到夜市里面，因为他只有5岁啊，所以他跑来跑去偷东西，人家就不见得看得到啊。他就钻过去，搞不好只有那小桌子这么高，然后摸个东西就走，放到包包里面。每天都是背到那个包包全部都满了，他才回去。每天都干一样的事情，而且他会跟自己说，不是我偷的哦，是魔鬼手偷的。他会自己跟自己讲。那有一天呢，他姐姐就发现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东西，因为他只有5岁，家里没给他零用钱，不可能有的。姐姐发现哦，姐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偷？这个小孩说，我没有偷，我没有偷，是那个魔鬼手做的。那姐姐就跟他说，不管是哪一只手都是你做的，不管你是用左手还是右手都是你做的，而且你要负责。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承认是自己做的，不管什么理由，只要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第二个要切断连结，切断跟那个做坏事的那些，不管是工具啊或是什么样的途径啊，好，我们要移除我们跌倒的工具。如果我今天我的手常常就是去按那些网站，是不好的网站，不该看的，比如说晚上去看一些情色的东西，那我就要把那个网站给它完全移除掉。那如果说我今天进入一个群组，每天都在吵架，有很多的纷争，即使是你家族的群组在里面你很不愉快，那你干脆不要接受通知，要不然就是你干脆就退出。因为这个当中你有可能反而会去伤害别人。再来讲到刚才那个弟兄，如果赌场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有没有可能赌场就很顺路啊？赌场都在大路上，这是 shortcut， 马上就到啊，怎么办？对，你就绕远路吧，你就不要走这条路吧。搬家也是很好啊，很好啊，搬家非常好啊，你换远一点的地方啊。那如果你又不搬家，那对不起，你就建议你绕远路回家吧。只要你还在那条路上走，你的伤口就永远不会好。弟兄姐妹，你同意吗？再来就是要封锁那些拉你去赌博的朋友，因为通常会去赌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自己想要去而已，还有你有一群朋友，所以你有什么赌友 A 啦，你牌咖 B 啦，还有损友 C 啦，你自己都知道。你知不知道哪些是损友？问大家，谁是你的损友？可是会让你很快乐的，你知道是谁吗？知道的举手。我至少我自己知道，你也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也知道，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每次在一起完毕就会后悔，那你要把它封锁掉。这段圣经的意思就是孤孤单单的进入永生，强过成群结队的去地狱啊。这段圣经意思就是这样跟我们讲。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把 App 删掉了，你退了群组了，这样够不够？如果有人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害呢？我今天就是因为之前加入这些群组，或者我在 App 当中，我去骂别人呢，别人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害，该怎么办？承认错误，而且要学会去负责任。我要讲的第3个步骤叫做修复关系。电影里面那个姐姐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她带着妹妹去道歉。妹妹只有5岁或许你可以把那些东西丢掉，你就不要管了，没有人知道你妹妹是这样的人。可是姐姐跟妹妹说，不管哪一只手都是你做的，你要负责任。所以呢，她就牵着她的妹妹的手到那些夜市的摊位的前面。这个5岁的小女孩她有勇气，然后就拿着这个赃物到那些每一个他偷东西的那些店家的前面，他说：“老板，对不起，我偷了你的发夹了，我现在拿来还给你，请你原谅我。”一次又一次，因为他偷了太多了，几十个，他到每一个人的前面去道歉。姐姐离他远远的，是他自己走过去的。老板，对不起，我偷了你的糖果，我现在拿来还给你，请你原谅我。当你去讲的时候，人家不见得会原谅你
真的不见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市场里面走，前面有一个人把我脚踩下去了，非常的痛，非常的痛。他跟我道歉，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说原谅或不原谅，我脸色很不好看，因为真的很难受。我相信那些被偷的人也会觉得不舒服吧，不见得人家会原谅，但是这个孩子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不再是魔鬼的手了，这是一个能够改过、能够负责任的手。第4个，找东西移植，就是要用好的习惯来填补真空。为什么想要去做那件事情？因为可能没有更好的事情，他更喜欢的事能做，所以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把它移植过去。那我刚才讲有个姐妹是购物狂，那个姐妹嘛，她也知道一直买东西这件事情造成她家很大的困扰，所以呢，她每次有那个购物冲动出现的时候呢，她就开始选择去运动，比如说快走啊，去爬山啊。那她觉得说流汗之后的感觉比刷卡之后的罪恶感好太多了，因为她觉得购物啊是会产生多巴胺没有错，但是呢这只是短暂的，但是如果她去运动的话，会产生很健康的脑内啡，这比较持久。所以那姐妹就跟我讲，她开始呢，她就是做运动，爬山啊，要不然有时候跟她先生去泡汤啊，做一个改变。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个好习惯需要21天才会生根，21天。那大家有没有去爬过台北第一高峰？知道哪座山？台北对，七星山，你有去爬过？举手。哇，有好几个我们这边后面有几位都去爬过，很厉害。我也去爬过。有一次啊，在爬七星山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经验，在山上遇过那种超强的阿公或阿嬷，有没有？有，对不对那这个群主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他好厉害有一天我记得我就爬到七星山，爬一半气喘吁吁啊，我觉得我都快要蒙主宠招了。真的好累啊，一边爬一边喘啊，更不要说我还要想要拍照了。我每次爬山我都真的就是拍1-2次视频，我就会把手机收起来，我要专心爬山。我已经没有手可以去那个运作了，没有办法运镜了，心跳180，好累这时候就后面有那种声音啊，叮叮叮叮叮这样这种声音，叮叮叮叮叮的声音出来，雄铃的声音，我就想高手来了。出现了100岁的阿公，大家说你怎么知道他100岁？就是他很老啊。我就问他你几岁啊？他快100了，他跟我讲他就跟我讲他快100而且他好厉害就是没有喘全副武装，而且穿都是名牌的帽子北脸的，外套 Montbell 的，然后裤子 Snow Peak， 手拿2根登山杖也是名牌的，比我的好太多了，真的全身名牌，走路起来像坦克车一样咻一样，超车超过我。这个经过我的时候给我一个灿烂笑的，还说こんにちは看板で，叫我要加油我还被那个老先生说要加油，真是很不好意思。我比他年轻多了，我好不容易爬上七星山，我目前为止只攻顶过2次，而且爬上去之后就是像个疯子一样，连脸都没有办法弄整齐，好像就是这样子，每次爬上去就很累我都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可以爬上去，因为太累了，喘得像条狗。100岁的人类阿公每天攻七星山1次，每天都去爬1次。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爬？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你觉得为什么？运动让他开心，非常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没错，习惯，因为他的脚是练过的他是有纪律的。我之前听曾哥说晚上好像都是会去遛狗，是不是？那之前富国哥好像早上都去爬山，这个就是练过的脚，你练过的话对你来说就不困难了。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今年有一个新的习惯，21天就可以完成。运动、读经、祷告，这些都是一个好习惯，你要练过，你就不会觉得很烦很无聊你要练过，而且你会得到好处。第5个，仰望耶稣。第5个也是终极的方式。好，请来念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都很软弱，连我都是不例外的。我举一个例子吧，我非常喜欢吃鲨鱼。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谁跟我一样很喜欢吃鲨鱼有没有喜欢吃的举手一下啊？我们有2-3个人跟我一样。那个每次我经过那摊贩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鲨鱼，马上就会有个画面叫做蒜苗炒鲨鱼。把鲨鱼切成一块一块之后，你就开始加上一些什么东西爆香它，接着把鱼肉炒一炒，加酱油、加米酒、加糖，最后呢就盛起来，还要加一点乌醋，这是最棒的。哇，这太好吃了，真的人间美味啦，太棒了。但是我自己知道这种大型鱼其实不太好，它是有毒的，因为它有重金属嘛，它是大型鱼啊，而且吃多可能会变笨。我们特别会担心变笨这件事情，我很多事就不能做，对不对？很怕脑筋不好，就像罪一样让我们不好。那所以每次在市场里面呢，就会跟鲨鱼相遇的时候呢，我又看到那个鲨鱼肉，每次一看到就会出现鲨鱼炒蒜苗那个画面，你知道吗？那味道都会出来，每次看到生的肉我都有那个画面，不得了。那这时候我理智就跟我说，哎呀，快点走啦，重金属啦，会变笨。然后我就快点走过去了。你想我成功了吗？但是不到3秒钟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的脚居然叛变了，然后产生了一个 U-turn， 我的脚叛变了。这时候我的眼睛又锁定目标了，死死的盯着那块肉。我就在想说，那块肉到底要切哪一段会比较划算？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买哪一段呢？这时候呢，我的手还失去了控制，我的手又失去控制，自己把钱包给打开了。真的，对，就是你的手和脚全部3个一起联合起来搞我。这时候我要说，你靠意志力没有用啦。因为你全身都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动作，要配合这个不好的事情了。所以唯一的防御武器呢，只能祷告啦。我就说，主啊，救救我吧！大型鱼不好，小型鱼好。我就是说，主啊，救救我，救救我！大型鱼不好，小型鱼好。我在念呢，主啊，帮助我不要买，耶稣救我。路人就觉得说，这人大脑是重金属污染了吗？我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不要看。我就把钱包给盖上去了。最后呼求主，我就逃跑了，跑掉了。好几次都是这么干，因为我非常的想买。有些东西，圣文牧师跟我说，你不要买那个东西，你吃了一定会胖。有时候还是胜不过比如说糖炒栗子，每次说不要买，但是每次去又买回来了。有时候最强大的武器不是你的意志力，而是你承认你自己很软弱，而且跟上帝转身向他求救。所以今年呢，我们跟我们自己说，我们要靠神胜过试探。我们来念，今年我要靠神胜过试探。好，第2句我们再来，今年我要靠主得胜。好，再一次，今年我要靠主得胜。弟兄姐妹，天堂没有 WiFi， 也没有虾皮，更没有赌场，但是那边有耶稣啊。为了他，我们一起来做个大手术好不好？耶稣不误诊也不误事，伤口是恩典的入口。最后呢，我要送大家一首诗歌，是圣文牧师做的词，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哦。新的一年展开新的笑脸，新的恩典来到你的身边，新的盼望点燃心中的火焰，新的成长就在每一个今天。不管高山或低谷，有神同在就不孤独。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愿神赐福于你，恩典相
福，平安的脚步为你铺路。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愿神赐福于你，爱将你包覆。抬头看天空，日上的太阳，一切的福都要追随你。赐福的神守护你的心，从岁首到年终，恩典够你用。弟兄姐妹，上帝是恩典够你用的神，从岁首到年终，他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愿今年你是蒙恩的一年，愿今年你要更深更深的来经历神，一切的困难都在耶稣的手中，他要带你度过。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愿神赐福于你，恩典像长河，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平安的脚步为你铺路，一切的福都要紧紧地追随你。愿神赐福于你。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真是一群有福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主啊，借着今天的这篇道，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主啊，我们愿意学习来改变，愿意来依靠你。主啊，我们知道纵然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脱离那些让我们跌倒的这些事情，但是真正要依靠的是那灵魂的大医生。主啊，我们要专心来依靠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勇敢的相信，主啊，你对我们的诊断是正确的，勇敢的跟神来配合，要走人生的每一步。我为我所亲爱的小城弟兄姐妹来祷告，今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人，今年是蒙恩的一年，今年也是翻转的一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